好，赖清德因为在他的这个演说里面有提到了哈，说要在野党哈。那天呢，这个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啊打电话给这个民众党跟国民党的秘书长啊，说要这礼拜3就后天要他们去共商国事哈。其实原来那个我看那个最早新闻出来就很模糊，到底要干嘛？国安报告是国安会秘书长吗？吴钊燮报告吗？还是国安局长吗？还是谁啊？现在比较清楚了啊！现在清楚也不是总统府讲的，是国民党的黄建庭去问潘孟安的才问出来。那现在民众党还搞不清楚到底怎么回事哈。好，那么所以呢，现在说讨论的议题不限国安，赖清德会全程参与啊，因为人家没讲啊，赖清德的参加不参加都搞不清楚啊。那到底呢是怎么回事？民众党说有3不解哦，3个不解啊。那不解呢是到底呢是要我们去听报告呢？第二呢是只有国安报告吗？第3个是这个到底呢这个政党领袖会面啊，那到底有没有回应国人的要求呢？所以民进党说我们还不解啊等等。那黄建庭因为他主动打电话给这个总统府秘书长哈，所以呢他说跟潘孟安通话了所以已经知道呢说总统会全程参与国安汇报讨论议题呢不限于国安等等哈。那这个，所以朱立伦也表达了正面立场然后呢，这个所以现在幕僚如果协商顺利，那原则上他们会去那另外呢，但是呢，国民党立院党团好像不同意见那葛如君呢说，第一个要停止恶斗在野党，第二个停止恶斗罢免。一方面要求我们会谈，一方面是谈大罢免，你搞什么鬼？然后呢，这个拨款一般性的补助款对地方的这个补助款要给那另外呢？到底现在看起来有4个单位要进行这个简报嘛那这个民众党黄国昌说完全不知道完全不知道有这个事情那现在我们看他大概内容是这样的说是呢9点，礼拜3上午9点，总统府开始赖清德发表谈话，然后看起来谈半个钟头赖清德9点还是9点半，国防、两岸、外交、国安局进行国安简报，然后呢。这个9点半开始讲2个钟头，看起来每个部门4个部门各讲30分钟，然后到了11点半，由赖清德跟在野党主席进行综合讨论，12点结束。那换句话说，黄国昌是说，你9点开始，你赖清德讲到9点半，讲了30分钟，然后剩下11点半到12点，一个人在讲10分钟，这讨论什么东西呢？都听你啊，我们有什么讨论的呢？黄国昌说他完全不知道。这个情况我们看一下。针对国安简报，民众党开记者会再表立场，但主席是去还是不去？台湾民众党会用最开放的态度持续沟通。而负责接洽的秘书长周瑜修说，15号是再度接到潘孟安来电，3个小时会面，仅前半小时公开总统致辞。民进党一手指责我们台湾民众党说我们是中共同路人、中共附随组织，另外一方面又要闭起门来做最机密的国安资讯的专报，这个是真心的，要跟在野党的领袖真诚坦率交换意见，共商国事，还是在设局？提出3困惑在港总统府，而不同民众党被动接电话，国民党是主动打给潘孟安表达立场，电话中确定总统全程参与讨论议题不限国安等诉求。黄建庭事后更透露，朱主席对此表达正面立场。只是黄国昌也质疑，若讨论议题不限，短短半小时能谈什么？各位觉得半个小时可以谈什么？朱立伦主席讲10分钟，我讲10分钟，赖清德总统综合回应10分钟，是这样吗？这个是直接会面沟通吗？巧的是，在民众党表达诉求前，被视为朱系子弟兵的立委葛如君是临时开记者会，要求赖政府拿出诚意，而且会中更是照稿念。我们国民党党团要在此向民进党表达，不要再玩弄这种人前手牵手、背后下毒手的手段。所以我相信国民党主席会做出最好的决定。在野领袖的出席与否，或许蓝白也在彼此观望。来，石宝兄你了解整个情况吗？如果你问我，我觉得说国民党跟民众党应该先讨论一下嘛。现在看起来是国民党自己同意的，民众党还不知道怎么回事。这很奇怪到底怎样？这个你可以看时间分配嘛，从9点到12点，真的在野党可以讲话的大概10分钟，其他通通是听你们讲，所以简单来讲是听训了。
而且是到底的鸿门宴嘛。别忘了前几天赖清德才见了这个曹新成，讲大罢免的事情，他们现在很嗨呀。第二阶段哇，31席过，他们觉得说哦，最少多少席啊？而且我看那个节目啊，哦，每天加一席，每天几乎好几天加一席，好像要全军覆没一样啊。如果这样子，那台湾就真的变成是独裁国家哦。这个我第一个要强调的。第二个我要强调的就是说，你好歹你如果真的诚意要找在野党的领袖跟你谈，那你释出点善意吧。到现在为止都是恶意耶，都是恶意耶。他觉得我找你们来就是善意了。哦，就是善意哦。啊，那我这样认为啊。那个 Mickey 啊，还要去什么？你们已经答应要去了。对，我是觉得奇怪哦。就现在来看的话，就是什么？那到处戳你啊！他们跟曹先生正在想说，哦，原来说可能有一个可能性叫精准罢免，说这个区啊可能可以罢掉的，集中火力在这里。现在不是无差别的攻击，全世界找不到了一个国家这样子的，就是由执政党发动无差别的攻击在野党，只有台湾这个地方，真的这个是赖清德以后历史会记这一段，台湾已经被撕裂了，我现在挂看板了，有的人原来都是给我挂的，他就不敢了，为什么？那个怕，说这个哎呦会抓人呢。一下子抓人，早上6点钟就来，扣就来抓人了，很怕这个东西。寒蝉效应已经产生，我自己亲身体验。我觉得曾几何时，台湾不是民主很可贵吗？民主可以输出吗？怎么弄到现在这个样子？说只要不顺这个民进党的意思，就是中共同路人。最可怕在这个地方。第3点，我最后一点要强调的就是，为什么洪启昌同一个时间在北京带一个团，然后陆委会高度肯定。赞两岸交流，马英九去了海峡论坛，打得要死，馆长打得要死。为什么这样子？就是因为你不是民进党的人，所以你去大陆做任何事情，这个就是被统战啊！如果这样子的话，如果不可以的话，那干脆我们就立法通过，说不可以跟大陆接触。最后一点我要强调的是，台湾人，特别是赖清德政府。如果真的是那么样的反对交流的话，那真的就得关掉了，陆委会裁掉了。陆委会照理讲就是来促进交流的。梁文杰骂马英九参加统战的活动，梁文杰怎么可以骂？梁文杰的职责，陆委会的职责就是促进两岸的交流。其他人，比如说戴伟山来骂，他是民进党的人来骂，这个我尊重。政党之间的竞争，他有他的看法，可是他是官方他是副主委他同样的我再强调一遍，他对于洪启昌高度肯定，说北京行好，两岸交流，马英九不可以为什么这样？一样都是老百姓那我再强调一遍是，馆长这次的直播开启了一条路，你可以看到两岸交流，过去大家眼睛看的都是什么？政治人物的政治活动，政治人物哪一个大官去了？以前大官去了的交流，现在开始由馆长开始，由一般的老百姓的，特别是网红开启了两岸的交流。我觉得这一点的话是没有办法去阻挡的。来，惠珊是，这一次总统府邀请的其实是国安汇报啊，也就是说这个国安单位会大概做现在的一个情势，做一个讨论，把现在的状况让在野党去知道。那所以这个其实当然是涉及国家的机密，那当然这个委员说要直播这个事情，当然就是比较不适合了。那所以我们会看到这样的一个会议里面，其实在过去在国民党时代也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国安的汇报，那就是主要是让各政党都知道现在的情势。那所以我觉得也蛮肯定朱立伦朱主席也愿意来参与这样的一个国安的这样的一个汇报，让这个国民党内也更了解现在台湾的情势。那我想这高度肯定。那洪国昌主席一直强调他想要直播，还在吵说，这个东西好像不够公开透明。但是我还是要强调，这国家机密，这如果公开的话，大家都会有法律上的刑责。那其实没有必要为了政党去做这个秀。那大家就台湾只有一个，大家也应该要一起来听听看现在的状况，当前台湾的困境是什么，然后一起来解决。那我想在这个事情上面的话，大家确实要一起朝同一个目标来前进。尤其中国在对面文攻武吓，这个重点啊，一定还是要让在野党来知道、来掌握。休息一下再回来。
好，那么他们说赖清德邀在野党礼拜三共商国事，然后呢，之前呢就曹信生、沈伯洋都在场听罢免团体的简报，就说你看你是不是嘴上堆笑脸，背后下毒手啊？民进党也承认了曹新成跟赖清德有会面谈罢免，但是他们一直在讲说是跟公民同行的，是公民团体啊。那另外呢，沈伯洋说希望啊这个效益啊罢免效益极大化哦，然后呢这个说曹新成向赖清德更新罢免的形式哦。那另外呢，这个周立伦说希望总统言行如意的，你不是要团结吗？你们罢免谈什么团结呢？哦，团结，谁跟你团结啊？哦，那另外呢说这个柯建铭说什么公民团体？我去年1月就决定要做殊死战了，而且不要跟民众党谈，绝对不向民众党祈求。哦，谈什么？政坛谈什么？我们把你们罢免掉就好了。哦，只要罢6个，我都当选了，国会就改变了啊。所以呢，1月13号才选举结果才结束，立刻就开始了。我也在想哦，对了，他们一定尝到甜头嘛。韩国瑜你当选高的时候，我就把你罢掉就换我的人来了，对不对？所以呢，这是一个例子啊。要罢怎么不能罢？我把你罢掉哦。所以呢，立委只要罢掉6个，我就赢了。而且很多地方呢，原来有2个绿营的、啊，有2个对手啊，或是你只赢我一点点，那种地方都有可能罢的。我也许当选不见得当选了，但是我罢你的票是绰绰有余的啊、哦。所以呢，这个柯建铭说，去年1月10号选，15号就画出红线了，绝不向民众党祈求啊，哦，除非民众党无条件起义来归，我什么都不要，我就票都给你了哦。那呢，否则呢，这个我要这个定下战略高地，就是罢免，做殊死战哦。反正呢，这因为最近柯建铭好像比较没声音，听说了，不知道真的假的，说罢免团也希望柯建铭少一点声音，因为蓝营说啊，罢掉韩国瑜就是柯建铭当院长了，哦，所以那大家不想柯建铭当院长啊，哦，这有杀伤力，所以叫你柯建铭两天慢恭维。柯建铭忍耐了一段时间，大概最近呢，其实也不服气的，又说这是我发动的，我开始的哦。那所以呢，王宏威说，民进党一直在骗嘛，明明是柯建铭，你一定要说公民团体啊。哦，那另外呢，说民进党哦，现在呢还陆空战齐发，陆战空战都一起来啊。哦，戴琪欣说呢，在投票前要规划大型的造势活动哦，就是说确定，因为现在不确定投票日啊。不过目前看起来，6月20号中选会要开委员会，6月20号会确定到底什么时候。你不能是再拖，你拖到什么时候啊？对不对？所以6月20号会决定以后啊，比如说决定哪一天，那一天的前一天。戴琪欣现在除了台北市议长，他还是台北市党部的代理主委，他要规划大型的造势活动哦，所以呢，预估在6月或7月某个周末举办大型的造势活动。就如果说罢免是礼拜6，他就礼拜5办；如果罢免是礼拜天，礼拜6办啊。那他主要是要支援啊，声援台北市立委了，台北市5个立委了哈。战斗蓝。这个礼拜6也是一样，因为礼拜5他们中选会决定什么时候办，礼拜6下午4点半到6点在荣兴花园会举办哦，就是说台北市、新北市的11个立委哦的声援他们了，主要是声援啊。因为你现在怎么办呢？时间真的不多哎，而且什么时候都不知道，现在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哦。那另外呢，那天我陪王宏威去找长春市长，我说带个东西，你带个什么东西啊？他说密录器。我说以前不是说警察拆这个东西吗？哦，他也带哦，就怕。说随时别人会来闹个场，然后呢随便断章取义哦，然后呢就给他栽赃，所以他是为了以正视听，避免奥播，所以也要带个密录器啊，把它录下来啊。那另外呢，这个今天最新的消息，国民党黄吕锦如5个人被检察官起诉了啊。那包括黄吕锦如、初文清、姚富文、陈奎勋、赖以任5个人违反各资伪造文书。起诉啊，18个人缓起诉，9个人不起诉啊。那另外呢，台湾民意基金会说，好像呢这个风起了哈，什么意思？就是说呢，这个原来54.2%人不赞成大罢免，现在增加到57.7%啊。然后呢，原来支持大罢免36.7%，稍微降一点点，不过这都在误差范围之内了哈。那因为呢，这个。你不要看了，差了3.5%，就差不多70万人，就是说
其实道理很简单了啊，就是说民进党说他们要再动员，这不必了。为什么？民调已经满了，就是民进党这30几%已经满了，就是再动就是这样子了。蓝军这边呢，因为大家不投，或是觉得不重要，因为我不支持罢免，所以我不去投票，所以蓝军这边目的是要把这个，比如赖士葆原来投给他的，当这些人都出来就罢不掉了嘛。就原来投他票的这些人都出来，这次投反罢就罢不掉了。好，但是问题怕说这些人可能没出来，或者出来的不够，然后呢反对当时没投他的那些人都出来了，他就被罢掉了。其实就从这边民调就看得出来。那我知道 TBS 有在做民调了，好像还没公布，也是认为说呢，就是原来蓝军的这个要投票人有增加，对，5月比3月增加，对，道理也很简单，因为民进党先发动嘛，他罢用仇恨啊，罢，那蓝军这边呢，因为动员比较慢嘛，所以而且他也本来你看那个基隆你们那个这个谢国良那边就这样嘛，开始的时候也是他好像不投嘛，到最后慢慢热起来了哈，大概是这样子吧，这个我们看一下。大罢免！周6一早，民进党团柯总召出席新竹市双罢总部成立，因为确定罢免市长高虹安，国民党立委曾正乾2阶不用补件，地点就选在民进党新竹市党部。大罢免那总共是我所发起的打一场反共护台的圣战。要备战第3阶段，身兼民进党主席的赖总统也很关心。反共护台志工联盟创办人曹兴诚在12日晚上与总统会面，同场还有立委沈博洋表示，曹兴诚是向总统更新大罢免局势跟情况，总统原则上不适合，也不会站上第一线。主席呢，其实呢，最主要呢，也只是在聆听，就是说目前来讲，党内呢，说要帮忙，但是说要帮忙呢，跟罢免团体这边的需求是真的一致吗？这个中间的沟通机制呢，越来越顺畅。而民进党也回应，始终与公民同行，做罢团最坚实的战友，西部合作项目都持续盘点规划，只就被在野质疑，总统才要共商国事，认为是玩2手策略。总统府有什么样的考量，我们不得而知，所以总统府当然应该更开大门走大路，来化解外界对于总统府有这样的顾虑。只差没把鸿门宴3字说出口，毕竟蓝营内部现在也怀疑总统是为了推动国安实法才邀约。朱立伦若去了，恐怕还替大罢免添柴火。总统他身为国家的一个领袖，他有必要团结所有的国人。朝野期间未解，只怕18号当天独胜府方挑大梁。来，别讲。我会认为第一件事有关这个柯建铭柯总召又跳出来说大罢免大成功，他一手规划的。那很明显的，那他一向都是所扮演先知的角色，在这一次的大罢免里面。所以说，我会认为这是一个掩耳盗铃吧。你说民进党不在这边操纵所谓的大罢免，现在不会有人相信了。但是刚刚讲到说，为什么会有坊间一直会有一个想法说，现在赖清德总统主动在野党的领袖来去做这个，不管是国安会议还是国事会议也好，老实说，我也觉得很纳闷，为什么现在去找他？他上任现在已经超过400天了，然后在400天之前，我们一直希望说总统当选人应该去拜访说在野主席，然后获得一个团结。那结果这400天他当选之后，然后就任之后400天什么都不做，然后基本上就是一个很霸道的样子。然后韩国院长也跑去说五院协商的时候也是很霸道的样子，忽然要求我们要大家团结一致。针对国安会议，我觉得国安这2个字可以用，但是我们还想知道到底是有什么样的方面国安？是中共马上就要打过来，还是以色列的飞弹要飞过来，还是美国要对我们不利？我们都要知道。我觉得这个应该把它至少我们要知道什么样的议题，不然的话，忽然贸然说我跟你从来不要好，忽然说我们2个人冷到底呢？会觉得很奇怪，说为什么会忽然这么急？这是我就一直很好奇的事情。那是甚至说，我们不去预设立场的时候，我们都会想到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需要开这个国事会议？如果没事的话，为什么要开这个国事会议？我个人非常好奇啊。那今天如君讲说这个基本上他讲出来3个马上要做的事情，我觉得只有第3个就是说马上拨一般性补助款给地方政府，这个最实在。说马上提起大罢免，我觉得他们刹不住了。目前我看到执政党的作风是外交国际跟内政是完全分开的。外交我们希望你全国一起团结，因为我们可能有杯要锅，我们可能有锅要背，我们希望在野党一起来背锅，感觉是这个样子。内政我们要大罢免大成功，我们要完全执政。
我觉得这两个是分开的。所以在这前提之下，我真的很好奇。我从第一天我在党团上面就有写，我好好奇说，为什么过了400天之后，我们居然要坐下来说，我们要团结，我们要对付国安，而且国安至少你有一个很明确的东西有个方向出来吧？所有的国会议员都在看啊，为什么不能知道说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那是关税出问题吗？还是说什么其他的什么地方谈得不利吗？那我们总是要知道这方面的事情。时间蛮急的了，就是通知他们说，在野党不是说扣掉假日工作日只有3天，你们民众党到底怎样？我先讲一下，我先呼吁大家哈，现在那个柯建铭讲了大白话了，他说这个大罢免大成功是他化解，所以讨厌柯建铭的哈，反对他的，这次一定要出来要再投票。第二个，这个红海尔沈伯洋。他吐槽了这个赖清德，把正话讲出来了。赖清德一手在喊说要跟这个在野党，包括黄国昌、朱一伦，他们要坐下来谈的时候，当天他跟曹兴诚是在一起的，对不对？好，所以这次来讲，这次的这大罢免也是对赖清德的一个投票啊。你是要教训他，还是你要赞成他？我这是对这个赖清德总统，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投票。这次大家一定要清清楚楚，因为连洪莱尔都已经讲出了这个真相，他不是什么尊重民团，他们根本就是一手掌握是由赖清德主导，所以我们选票好好来教训他。那刚刚赵大哥特别在讲，然后讲这次总统府这次的这个邀请啊，真的是很没有诚意，而且不公开透明。大家记不记得520？大家回想一下，那一天赖清德讲的是什么？国事、共商国事，国事跟国安差一个字差很多所以我们才会讲说，我们应该回到人民期待我们是什么？我们再坐下来，现在台湾的国事如马太多了，大罢免这个事情是不是要踩刹车？对不对？高关税问题要不要解决？对不对？诈骗案那么多，特别年轻人在关心的是什么？错误的能源政策在导致很多人用肺在发炎，用生命在发电。这个才是现在要处理事情嘛，所以我们在刚伟山讲到什么？我们要求要直播，我们就是第一个，我们定位是要谈国家大事、人民关心的事情。那这份当然是要公开、透明的啊。可是你有一部分是谈到这个国安你就是可以比较秘密嘛。所以如果照今天总统府现在讲出来这个时间点，你前面赖清德要讲什么话？公开，后半段也是公开的。那我们希望就是国安你要机密，那当然就是机密。可是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什么？是刚刚讲的。请赖清德总统要展现你的善意，你不要现在已经很多人讲这是一个鸿门宴啊，之前有过例子，就是韩国瑜去嘛，韩国瑜去要求2个事情，他以人民为重，要求什么？停止大罢免，总预算不要复议，结果赖清德全部不理，对不对？那这去显然也是这样子嘛。我跟大家讲一下，上次柯文哲跟蔡英文碰面，整整我们讨论了1个月。这次就是刚赵大哥讲了嘛，3、4天的工作时间就是压迫你一定要接受，而且他完全没有诚意。我现在郑重呼吁3件事情啊：第一个，大罢免赶快踩刹车；第二个，赶快地方的补助款全额要给。然后柯文哲已经被你压了9个多月，你要继续压，这样你有诚意吗？我们怎么跟你谈呢？不过如果你不去，他会讲说，你看看人家总统都要邀请你们都不去啊，你们就所以我们要求谈国事嘛，要求谈国事，而且要公开嘛，公开就是甩锅，谈国事公开透明。其实我都很好奇，国民党的立法委员为什么不知道这一次为什么会有一个国安简报？因为在520之前1年多的时间，赖清德没有见在野党一面，这件事情全民愤慨啊，觉得很怒啊。所以他为了回应，他说好，我们来共商国事。共商国事的方式就是设一个鸿门宴啊，因为只有国安简报才能够机密，才能够关门。他们大大方方的说，为什么要关门？为什么不直播？为什么不透明？因为这涉及国安。可是，一旦关了门之后，等到在野党的这一些主席一离开了之后，所有的话都随便他们讲啊。对，这世界上哪有这种事呢？本来在野党要的是沟通。突然之间变成了跑到你的这跟这个夜奔敌营有什么差别？我在想，我真心的要告诉在野党的主席，谁去谁就应该被罢免。我在这边公开的说，蠢到这种程度还当什么在野党主席？我不客气的这样讲。今天反罢免的声浪其实是已经起来了，民意基金会做的那个民调是非常清楚的一个趋势，同意罢免的人比例在降低，从36.7降到35.9，降0.8。但最重要的是，不赞成的人上升到了57.7%，上升了3.5个百分点。那大家重点不是在这边同意或不同意啊，因为不同意的人本来就比较多啊，重点是会不会去投票啊。现在他这里面特别问了一个一定会去的，以及可能会去的。一定会去跟可能会去大概63%，从这63%的人当中再问说，那你会投同意票还是不同意票？同意票39%，不同意票49%，这是很清楚的一个趋势。所以当然
大家都知道说，因为现在连投票日期都不知道，对于在野党来讲，要反罢免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因为几月几号去投票，投不同意票，这个话都不容易说。可是即便是如此，你看到投票行为已经出现了，所以不要去别人所设下来的陷阱。在野党要的是沟通，而不是陷阱。这刚刚凤姐讲这个民调跟以前有差别了。以前是说，就有民调开始一致是不同意罢免大于同意罢免。对，投票的时候，以前呢，去投票，你会不会去投票的？会去投票的人，同意罢免大于不同意罢免。对，所以现在开始慢慢扭转这个趋势了。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好不好？现在郑运鹏要出头了，要替英系的施一方担任台湾世系的新董座。台湾世系是什么呢？我都搞不清楚。他们说原来中华工程顾问司是专门负责工程的设计啊、监工啊、监管的。中华工程是施工了，然后呢，中华顾问工程师是设计啊等等一堆这些哈。那所以呢，这个说为什么史哲原来是这个新潮流的人，不是局系的人呐、啊。那郑运鹏呢是灿系的人呐、啊。为什么赖清德愿意用呢？说是潘孟安在中间穿梭了，说传说啊。那另外呢，这个说呢，赖执政以后呢是提防英系人马掌公营单位，所以呢施一方就做完成阶段性任务，功成身退了啊。那简舒培呢曾经狂骂赖清德是假道学，用人唯亲。但是不用蔡英文的人那另外呢，这个民主党说蒋淑培讲的是大实话，但是赖清德听得进去吗？所以呢，到底怎么回事？我们看一下。赖总统执政1周年，不过最近多个公营事业单位都有人事异动，像是先前竞选桃园市长失利的现任中华顾问工程司的董事长郑运鹏，就传出说被规划转任交通部下的台湾世系工程顾问公司的新任董事长，接替赖清德总统就职之后任掌世系超过1年的前英系立委，现任的董座施一方。不过根据了解呢，世系董座将会在7月改选，并且进行交接。对此呢，郑运鹏强调了没有特别要回应的东西，尊重媒体的报道。不过相较于他先前在的中华顾问工程司的公司，台湾世系公司的规模大上50几倍，因此工程顾问的业务也较为吃重。而目前呢，郑运鹏转任世系董事长之后呢，后续他的董座的遗缺，目前则是规划由陈局幕僚背景出身的民进党秘书处的主任蔡宗伦来接掌。那诸位，这个郑运鹏的本科确实是台大土木毕业的，但是他除了是这个系毕业以外，他这辈子应该没有做过土木相关的工作，因为他几乎是一毕业就去当民进党立委的助理，然后一路从政到最后所以他到底为台湾世系是什么？台湾世系接了非常多重大工程的设计监造还有一些专探的，所以他是非常专业的土木顾问工程公司。台北市有很多案子在可行性评估之前也会委托台湾世系，交通部也是那台湾世系这个这么专业的一个单位，然后你也拿来酬庸你有一些基金会有一些不那么专业的工作，你拿来酬庸也就算了。那请问一下，你连这么专业你都拿来酬庸？先不要讲台湾世系董事长的薪水啦，刚刚在节目前我们有去搜寻一下过去施一方人家曾经评论过嘛，加26个月的年终，加起来1年大概1200万的薪水拿这个来酬庸，我觉得赖清德也蛮大方的那不管是史哲或者是郑运鹏，或者是我们交通部的陈世凯，每一次的任命大家都会觉得很无厘头，就是他跟这个工作到底有什么关系？就一直在那边思考到底有什么关系说为什么赖清德会沦落到这个地步？民进党执政第9年了，照理说应该人才济济，专业的治国人才，过去9年应该要培养应该要大量的培养像过去国民党执政的时候，就培养出一批很专业的文官跟政务官。可是为什么民进党到现在还在用酬庸，还在用政治人命？因为蔡英文想用蔡英文的人，赖清德不想用蔡英文的人，然后所以就只能去挑会拍马屁的归义这个
投奔来赖清德阵营的，或者是他自己的人，就变成这样。然后国家的资源就这样子很荒谬的变成都每一个单位都在养肥猫，就像等一下要谈的监察院也是一样啊。哈，本来专业的你也在养肥猫，本来应该要监督制衡的你也在养肥猫。到最后，我们发现民进党执政9年没有培养出专业的人才，只培养出一只比一只肥的肥猫。我真的觉得，我曾经算过，真的，因为我在公家机关待过，我曾经算过，民进党这种不是公务人员的派任的这一些酬庸的性质，一年要花国家多少薪水？我告诉大家，500亿以上，500亿以上。就在花在给这一些没有公务人员资格，甚至没有专业资格的酬庸的人的薪资上面，更不要说其他的利益。同学，好，世熙公司前身叫做中华工程顾问司，不是顾问公司哦，是顾问司。你就知道它的前身其实是交通部底下的一个单位，所以它真的确实非常的专业。那么它在这个工程啊、道路啦，比如说很多我们的高速公路啊的整个的规划，然后一直到最后的监造，台湾世熙的前身中华顾问工程师都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但郑运鹏啊，其实你要说他归哪一类的人呢？他曾经是沈富雄的，这一题真的是要让沈富雄来好好讲一下，因为他曾经是沈富雄的助理，后来呢跑到了谢长廷的这个阵营里头，但是呢，在这个整个初选的过程当中呢，谢长廷没有挺他，挺的是另外一个，然后他接着又到了桃园，然后投靠了郑文灿之后呢，又成为英系的大将，但现在呢，反正他是谁都可以依靠。那我现在看起来他应该是比较可以到赖清德的人。其实赖清德要酬庸人啊，本来不是一件大事。但是最近有几个单位，我想特别拿出来一起提：中华电信、台湾高铁以及以及世熙公司，因为这都牵涉到我们的安全的问题。中华电信如果不是因为如此的酬庸不断，为什么它的资安会被 Google 认证不安全？这影响到我们所有的人的转账各方面的情况是非常严重的，而且你不知道，因为它的不安全已经让我们损失了多少，这是很难去查的。那所以现在的高铁，其实它每一天的那个班次啊，是一票难求。我每一次到了假日的时候，去个台中啦，去个高雄啦，那个票都非常难买。好，所以台湾高铁缺的不是行销人才，可是呢，当你的班次那么频繁的时候，它的安全性就会特别受到瞩目。可是史哲懂吗？史哲懂吗？如果他跟中华电信一下也是一样出包了怎么办？同样的，郑运鹏要负责的世熙，那负责台湾多少的重大工程的监管这个从前面的规划，然后一直到后面的监理，所有通通都是台湾世熙在负责的。那郑运鹏懂吗？你要酬庸人没有关系，钱都不是大问题。对我来说，最大的问题是你为什么把这一些跟人民安全密切相关的，要去酬庸给跟这些一切都没有关系的人？你这种酬庸的方式，是把人的生命安全、财产安全，通通都是置若罔闻。以前像这种类似的哈，包括国营事业了哈，包括这种比较技术性的顾问工程顾问工程公司，基本上都是专业的，或是内生的，一路看它一路往上来的哈。有些是可以酬庸啦，有一些其实真的要很小心。休息再回来。好，那么监察委员到底要怎样啊？那说监察委员纪律委员会就是针对所谓内规，就立法院有纪律委员会都有，议会有纪律委员会都有，结果也没开所以那个公务测试没开因为李鸿基说司法已经在侦办啊，所以我们不开啊黄国昌说这叫官官相护，腐臭不堪啊。那另外呢说呢，这个1年监委领250万过半数监委1年调查案件少于10件。那另外呢，王荣章、林国敏甚至说挂零，没有那你领那个钱干什么呢？所以呢，民众党就说应该把监察院废了那另外呢，这个他们因为你废要提修宪啦但有2种方式，一种是修宪，就是5权变3权嘛那一种呢就是其实不提名监委了
或者立法院不通过，那就空在那个地方哦。马英九的时候也这样，马英九当时提名很多监委到立法院被，那是蓝军还占多数哦，被国民党否决了以后就不补提了，摆那个地方哦。那黄国昌说已经到了29个人的联署门槛了哈。那另外呢说呢，这个他们的案子是说将来呢10年，如果说10年里面没有参与政治才可以哦。说因为监察院现在有规定啊，什么人可以当监委？有一条是承认立委1任，直辖市议员2任，富有政治经验。哦，说这些有符合这个条件占31%、41%、32%，所以呢把它删掉。哦，换句话说呢，就叫你不要搞过政治了，意思是这样哈。那另外呢，这个罗志祥说呢，监察院废掉哦，但是监察权不废哦。监察权移到立法院嘛，本来这国际上国外监察权跟立法权是合一的哦，行政权跟考试权是合一的。对哦，那是孙中山当时提出一些，因为100年以前要搞革命不容易啦，民主大陆人怎么知道什么是民主呢？到现在为止，就我们台湾很多人都搞不清楚什么是民主，以为只是选举的民主，它不是选举的是民主的。哦，所以那时候100年以前，中国大陆你自己想多落后，后面民智多没有开哦，所以他必须要讲哦，我们有监察权，有包青天来了，我们有考试权，科举继续办哦。所以其实你问我也是糊弄当时的民众了啊，人家都是3权，我们就要搞个5权。那这个国民党不分区立委徐宇珍原来是有签了，有联署，现在把它撤签。哦，王宏威说，反正这也不是蓝白合作案子，是个人联署，个人要联就联，个人不联就不联。因为国民党里面，国民党是一个麻烦的党，还有很多人哦，真的就是要干什么事都有人有不同意见了。国民党里面有人就说不能把5权废掉啊，孙中山啊5权啊，怎么可以废呢？哦，等等。所以呢，这个那孙中山当时总统也不是直选啊，为什么现在可以直选呢？哦，为什么有的就可以废，有的就不能废呢？哦，这莫名其妙嘛。说呢，因为国民党的党章里面有奉行三民主义、5权宪法，所以呢5权宪法，特别国民党里面有一些老顽固哦、老学究哦，紧咬着宪法不能动，所以就不能够5权变3权哦。所以呢，黄国昌说不排斥跟朱立伦交换意见了。哦，民众党是赞成废监察院啊，哦，国民党是不是要来谈谈啊？所以吴思雅就是你们蓝白先整合再说。哦，你们蓝白都没整合，你废什么？哦，那吴宗宪委员就说应该彻底走入历史，所以国民党有不同意见了。黄国昌说你忘了陈菊当时要当末代院长吗？哦，那所谓末代院长就是有监察院要废啦。哦，所以呢，这个陈志汉就酸吴思瑶说呛赖清德成为民进党的选学，而且赖清德在台南市长任内就说要废监察院呢，民进党以前都要废，怎么到现在就不废了呢？哦，那另外呢，赖清德南下去探视了陈菊，那到底是怎样？陈菊半年都生病了，躺在医院里面，那到底陈菊要辞还是不辞？监察院要废还是不废？我们看一下。明明不到下班时间就搭着公务车到北车要下班，曾抱怨没公务车很不方便的监委田秋瑾，被民众党爆料年薪255万的监委，公开调查报告的业绩是0，监院说好的要调查监委滥用公务车，进度也是0。我们的副院长说要立即启动调查，搞到今天纪律委员会都还没有开哦，这个是超然公正的监察院。还是官官相护的监察院啊！炮轰监院说要查，只是糊弄社会。蓝白联手修宪废除监院前，先删减监委资格。我们现在的监察院变成立法委员的另外的一个养老院，不是吗？蓝营提案删减监委具备资格，曾任立委1任或直辖市议员2任，以及富有政治经验等条件，10年内参加过政党或政治活动也不行。以现任监委来看，从正副院长陈菊、李鸿钧到高永成、田秋瑾、叶银金等人，统统不行。对监院来说，这修法叫线索资格。监委这样子删除这个条件，到底为什么是线索？过去国民党是奉行5权宪法的，到底现在要不要配合民众党、配合黄国昌来演这一出修宪？到底有没有蓝白合？让监察权回拨到立法院。第二个路径就是让监察委员变成由民选产生。因为触及蓝营党章，部分蓝营立委态度保留，没连署。来，施宝兄。这个全世界啊，台湾的民主是
跟美国学的，跟西方学的，这些国家通通三权了，这只有我们还多2个。这个东西100多年了，老实讲，随着时空的改变了，这个监察院现在越做越没有功能。我光这个事情我一辈子难忘，就是当 COVID-19 的时候，那时候有监委要约谈陈时中，他觉得这个疫苗有问题哦，这高端有问题哦，他想问一下，赶紧蒙起来呢。苏贞昌啊，行政院长吼回去啊，狮子大吼回去，说这个时候，这个怎么可以去约谈他？点嘛，监委点嘛，到现在为止什么话都不敢讲，这个事情就不见了。就这件事情，我一辈子难忘。我就是这件事情，我觉得监察院应该废。魏珊是，其实监察院还是有它的需求啦。其实我们在地方上帮民众陈情的时候，有时候他们也是想要呈移到监察院，因为毕竟中央跟地方基本上是分立的啦，你中央也不太可能去讲地方什么问题，所以地方有一些状况啊，还是要由监察院来判定说他哪边做错了，哪边需要改进。所以这样的一个权限确实也是暂时要保留住。那到底要不要修法，这个还是要全民共识，也需要立法诸公的共识。不过现在蓝白现在看起来就已经没有共识了，所以根本没有办法再往下谈下去。那最重要的是，就我觉得国民党确实现在有一点被黄国昌来绑架，因为现在遇到大罢免，所以这个国民党现在大概需要这个白银的10%，对他来说非常重要。所以黄国昌现在就不断这边吵啊，就要他的声量，然后国民党就被绑架。可是大家都不要忘记了，真的是黄国昌最终的目的是要壮阔他的这个民众党。我们要知道，连新北市啊，现在黄国昌已经全面准备要提名了，目前提名了4个。这个候选人要来选这个议员，所以这个蓝白合到最后，到底对国民党是不是一个冲击？那我觉得自己国民党内应该有一个评估。来，季凯兄，你们是不是想把国民党吃掉？这个监察委是比照部会首长薪水，因为是超过21万，所以1年他领了250。然后再进一步，现在监察为什么要废？大家知道吗？监察院到今年1年还用我们人民的纳税钱8亿3千多万，不是只有什么公务车私用的这个问题。我给大家一个统计数据哈。我去统计了，现在是第6届的这个监察委员，我去统计了第5届的院会啊，每一个院会要开会大概平均76分钟，到了这一届砍了一半，变成33分钟。最近啊5个月，那个陈菊生病住院之后，只剩下17，砍半再砍半。然后呢，那个弹劾案也越来越少，调查的案件到现在今年到现在一个案件都没有成立哦。你根本就是浪费我们人民的纳税钱嘛！更重要的是什么？不止功能不彰，它还变成是一个政治的打手。所有的案子比较重要的，到监察院到后来就石沉大海。你像那个超市案，最重要的农业部的部长也不查，中央畜产会董事长也不查，他就把你摆在那边，也不好去纠正，然后没有功能，变成一个遮羞布，还变成一个打手，当然要废掉。我觉得你不能用制造问题的方法来解决问题。那我们现在看到我们国家现在有很多弊案，那没有人去查。那我们立法委员想不想查？每一个立法委员都很想查，但是我们没有这个功能权限，所以说我们国会改革的时候要求国会调查权。那可是后来被大法官释宪，说我们违宪，因为主要是卡在监察院。那现在监察院既然对外没有监察功能，对内又当肥猫，又在豢养一些没有用的人的时候，那是不是我们就应该好好的与时俱进？毕竟来讲，五权宪法是100年前的事情。那100年后，我们以前100年前发电报，我们还天天现在发电报吗？这不合理。所以我觉得我那个29个人，我有签名再上去，这主要原因是在这里。诸位，当然没有制度是不可以改的啦。哈，孙中山先生五权宪法是国民党信仰的，可是那是一个大中国的时候，现在台湾这么小，需不需要这么多机构哦？那刚刚伟山说，哎呀，民众陈情还是想找监察院去算啊，监察院处理的民众陈情多，还是我们处理的民众陈情多啦？好，民众才不会想监察院，找监察院通常都没结果。但是制度没有罪或没有错，错的是提名的人。如果监察院在过去的时候有被人家质疑这么多吗？还是赖清德提名了太多，蔡英文提名太多肥猫呢？我觉得大家要去想想看，如果这些监委好好做事、认真做事，监察院会被大家这样质疑吗？监察院之所以被质疑，当然是因为用人不当。那用人不当，当然是因为当总统的人私心自用。但是这就说明了这个制度是多么的容易让大总统来私心自用。那么对内呢，酬庸自己人做肥猫；对外的部分拿来作为对付立法院监督的打手。所以